各位朋友，国师金灿荣教授贴出了一段毛泽东语录，简直是毛主席的神预言啊！主席在毛泽东文集里边，在50、60年代就提出来了，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国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做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100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的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许是75年。75年就是15个5年计划，那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了一口气。哎呀，简直是令人汗毛倒竖啊！主席的75年的神预言呢？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200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看到了吗？现在的中国，世界第1工业强国，钢产量遥遥领先的世界第1，汽车产量世界第1，汽车出口产量世界第1。主席在75年前就预言到了。哎呦我的天哪，神人，果然是神人呐！金灿荣说，其实中美开战就在眼前，只差一小步，中国要做好准备。4号《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联名文章一个作者是罗森巴赫，是原来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还有一个是那个贝尔福中心的研究员克里斯里这个文章呢就是比较这个制造紧张吧，就强调中美之间处在战争的边缘。原因是什么呢？就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周边的活动中国加强了拦截，是吧？那么这个就导致了危险，随时可能演化为军事冲突嘛。所以他就建议特朗普政府要赶紧加强和中国的沟通，建立某种那个叫危机管理机制吧，那么这个情况呢，是不是像他讲的那么紧张呢？我觉得倒不排除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美国及其盟友3天2头往我们这跑嘛，对吧？前2天就有个信息，澳大利亚是吧？一架飞机跑到我们西沙去了，是吧？然后我们就出动了苏35，然后吓唬他所以这帮家伙吓得够呛，回去还得搞心理调整呢，所以呢，事实呢是有点紧张因为确实是美国及其盟友到我们这里领海领空来特别多。那么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嘛，我们肯定要反制了，对吧？所以从技术上讲这个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摩擦的可能性是增加的但解决之道呢，我觉得就是他应该停止在我们周边的威慑活动嘛，对不对？他天天来挑衅你们家，然后还跟我们讲不许还手这个不现实了，对不对？就他有一种美国中心主义，一种傲慢，知道吧？所以我只能这么说，就这2个老兄呢，他点的问题是4个问题这没错，但是他解决之道肯定是错的，对不对？因为非常愚蠢的西方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对不对？站在中国角度，那你就别来不就完了嘛？你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中国天天派我们的军舰飞机潜艇跑你们家吓唬你说美国怎么想对不对？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他讲那个东西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肯定是加强沟通了，然后有没有办法，就如果可能的话，技术上搞一套那个危机管理机制嘛这是现在首先要做的沟通，让它减少威胁，然后如果减少不了，就至少搞一个就是技术层面的方法控制一下，对吧？这个可以但是在根本上讲，还是他得改变态度。然后对我们来讲呢，
军事层面当然要做好充分准备啊，万一发生冲突，我们不能吃亏呀。而且以西方人这个特性，他不吃点亏，他改不了呢，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啊，我们不希望发生冲突，真发生冲突我们要赢，真把他揍痛了，他也就改变了呗。各位同学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职。在开战之前啊，金教授说的对，应该先清除军中的这些公知。你比如说我多次批评过的马俊，军人讲的什么呀？就是养兵千日，用兵那一时别来了，知道吧？但胜战过头了，那就是自废武功。因为战争不是儿戏啊，战争有风险的。美国是个危机意识非常浓烈的民族，跟这么一个对手打交道，你是不是要学会俩字儿示弱呀？孙子就讲是能而示之不能，我能不行，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是咱别的，不是真的不行，策略谋略，不管美国哪个党，民主党、共和党、向党、绿党谁执政，中国是他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都要跟我们打交道。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妥协，还要有信心，不能讲总量斗争。国际政治怎么讲斗争呢？还讲妥协呀？美国不是吓大的，还要讲妥协，该妥协妥协。退役的军人，我希望大家少些战狼的梦了，拿嘴巴打嘴炮没意义，那不图痛快的吗？并不是我惧怕战争，战争要死人的。军人的存在，特别是中国军人存在，他的使命是为了和平。孙子他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的论述呢，至少表达两个方面：第一，慎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察，研究、评估、掂量、计算、思考，动脑子，不是拍脑子。第二表现的呢，和战争和平就是实力在手才能言和平。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所以那些战狼俩字儿休矣。军人的终极使命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战争这个事情确实不能随便的这个去发起，对不对？但是呢，我现在讲的是这么个情况啊，中国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和平的一个国家，是吧？民族性格是农耕为主，农耕文明就是比较和平，这是第一点啊。所以讲圣战这个话呢，我觉得都比较多人应该跟西方人去讲，知道吧？跟那个好战民族去讲，对不对？一个中国人讲，中国本来就很保守，极其慎重，就没有必要了。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能不能区分战争大事嘛，一定要慎重。所以人天生对战争就是慎重的，知道吧？但是呢，那具体落到对象呢，我的直觉就中国作为农耕民族是非常慎重的，在战争上。然后这是毕竟是孙子兵法的故里嘛，对吧？我们对战争的认识是很高级的啊。那么如果讲圣战，我觉得最好多跟西方人去讲一讲吧，那个效果更好一些，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个是谁讲啊？你军人讲的什么呀？就是养兵千日，用兵那一时别来了，知道吧？那就不对了，你身份就不对了啊！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圣战这个词不是不可以用，但要用对地方。当今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问题，不管是台海、南海还是边境问题，有哪一个是中国主动挑起矛盾和冲突的？中国固然还是需要圣战，但是难道你圣战人家就不会挑战你了吗？所以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研究如何避免消极避战，如何备战迎战，如何以战止战的问题，是要研究30-40年都没有打过仗的中国军队如何打胜仗的问题。作为军队，主要是训练研究怎么打得赢的战法。作为军事院校或者是军队的学者，不是不能研究圣战这个课题，但绝不能把主攻方向给搞错了。圣战之说看上去忧国忧民、忧党忧军，但说教过头了，就是误国误民、误党误军。如果说教到军队都不会打仗了，民众都没有忧患意识了，这就不是简单的愧为人师的问题了，那就是害国害民的问题了。当今的世界大国，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加圣战了。五常之中，除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哪一个没有发动或参与过侵略战争？圣战的倡导者们，要不就去试一试能不能去说动他们。没人说圣战错了，但是要防止自轻自贱、自废武功。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永远不能丢失。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金教授说的对呀，开战之前先做好清除军中像马俊这样的投降派公知的这些工作吧。最近连抓了几个上将，马俊这货不一块儿处理处理吗？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